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据时期里，日本殖民者为了控制中国台湾、奴役台湾同胞，制作了大量的国策影片，其中最为完整、最为有名的就是1940年拍摄的纪录片《南进台湾》。虽然它最初的作用是用于殖民宣传，但也真实展现了台湾的人文风貌和基础的能源产业，为现在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份宝贵的影像资料。然该片自抗日战争结束后便神秘地消失了，一直到2003年才在嘉义意外发现。如今经过多番努力，我们获得了该片的一手数码修复版，然后用最新的 AI 技术对其进行了 4K 60帧的彩色修复。1895年甲午战败后，清廷在日本的逼迫下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，致使台湾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。在此后的50多年里，日本先后派了19个总督前往台湾上任，这些文臣武官集军政大权于一身，是台湾当地的最高统治者，掌握着数百万中国人的生杀大权。特别是他们阴毒虚伪的殖民策略，更是给台湾同胞的身体和心灵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。其文化侵略后留下的遗毒，至今仍未肃清。起初，日本殖民者在这个小小的海岛上建立了上千个派出所，并常年维持了一支2万余人的警察队伍，对中国人实行法西斯统治。尽管台湾同胞对此极力抵抗，但都遭到了残酷的武力镇压。在最初的20年里，日本一共屠杀了60多万无辜百姓，占到了台湾总人口的1/6。日本总督乃木希典还打算效仿俄国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那样，以1500万法郎的价格将台湾卖给法国，这样既能甩掉一个大包袱，又能得到一大笔钱，可谓一举两得。但这个提议因为日本陆军名将俄语元太郎的反对而没有实施。他认为台湾不仅是进攻东南亚的重要跳板，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也具有很大的开发价值。根据当时的统计，如果能将宝岛台湾的资源全部开发出来，那足以养活19个日本。1898年，俄语元太郎成为了台湾总督后，一边保持着高压统治，一边开始了对台湾的疯狂开发。首先，他以各种流氓法令强占了台湾3/4的土地山林，然后再让日本的企业进场，将相关的行业全部垄断。凭着台湾廉价的劳动力和当地丰富的资源，日本生产出各种物美价廉的商品，出口到各个国家，为日本本国赚取了大量的财富。以新竹为例，这里的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，其储量已经多到会自己从池塘里喷出来，哪怕是一口矿井生产的液态天然气，也能满足东京1年的用量。而石油和天然气提炼出来的汽油也是直接运往日本，其巨大的产量供应着日本1/4的汽油需求。此外，由于当时糖的价格远远高于粮食，且台湾的气候又很适合甘蔗的生长，因此日本便强迫农民大面积的种植甘蔗，然后再逼着他们以极低的价格卖给日本企业。这些企业将提炼出来的粗糖运往日本，加工成高品质的细糖，再以高昂的价格出口到欧美国家。说白了，在整个产业链中，位于上游的日本本土干着最少的活，却拿走了最多的利润，而处于产业底端的台湾农民则完全成为了日本资本家的奴隶。而糖产就是日据时期各行各业的一个悲惨缩影，所以人们常说台湾糖业史就是一部日本殖民史。日本人甚至连水果也不放过，像台中和高雄因地处亚热带气候，一年四季盛产各种水果，其中香蕉的产量更是高达每年15万吨。而农民采获水果后，必须运到日本人设立的检查所，由日本企业统一收购。例如画面中的香蕉就被划分为了4个等级，其中最好的香蕉会直接运走，专门供应给尊贵的日本人。片中还讲述了一个村庄因连年干旱以致田地全部荒废，无以为生的人们只能通过传统的祭祀仪式向上苍祈福，将降雨的希望全都寄托到了那几根冒着烟火的木棍上。随后在日本人的帮助下，村民们修建了水库和灌溉水渠，终于迎来了一次大丰收。诚然，在日据时期，日本确实为农业生产修建了一系列的水利工程，并教村民们如何使用化肥改良农田，但日本人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造福百姓，而是为了把台湾变成日本的粮食生产基地。每年台湾生产出来的大米至少有一半要运往日本，而对中国人则采取限量供应的配给制，正常1个月给的量实际只够吃10多天，所以人们的一日三餐不是汤的就是稀的，后来则连粥都喝不上了，只能靠地瓜勉强为生。在30到40年代，平均一个日本人一年吃掉的大米是台湾平民的2倍，而且尊贵的日本人还嫌台湾原产的在来米口感不好，于是便重新培育了一个新的品种，叫蓬莱米。虽然产量与年俱增，但台湾百姓的日子却过得越来越惨，因为日本人干的这一切好事都是为了日本本国服务，是不顾中国人死活的饥饿输出。除此之外，日本还耗巨资在日月潭修建了水力发电站，同时还在阿里山修建了一条70多公里的铁路，
以依托工业化来加速掠夺台湾的自然资源。比如镜头中的阿里山便遭到了日本企业的大面积砍伐，无数的千年古木通过这里的火车运到嘉义的木料厂进行加工，最后再运往日本以建造防震的木屋。在纪录片中，日本对这种掠夺行为毫不避讳，他们声称日本本土的资源已被开发殆尽，但人口仍以每年100万的速度在快速增长，所以必须向外扩张才能保证国民的基本生存。这就跟许多强盗杀人犯的逻辑是一样的，我家穷，我从小吃不饱饭，所以我就应该去杀人放火，打家劫舍。1937年，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后，面临着人口资源和工业资源的严重短缺，同时也担心台湾同胞联合起来为祖国抗争，所以便在台湾开始了臭名昭著的皇民化运动。这个运动说白了就是从精神思想上同化台湾同胞，让他们成为效忠天皇的日本良民，为军国主义的战场当炮灰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日本在台湾大力推行奴化教育，禁止使用中国的汉语和汉字，并把中国的历史从教科书中全部删掉，欲从根本上来消除中国的民族文化。然后日本又通过威逼利诱等各种无耻的手段，逼着每个中国儿童从小学习日语和日本文化。他们甚至还要求每个中国学生都要起一个日式姓名，比如李登辉就有过李登三郎、李登五郎等不伦不类的名字，后来才改了一个正式的日本名字叫岩里正男。此外，日本还取消了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，强迫中国人穿和服、住日式房子、吃日本料理，按时参拜日本神社，改信日本的神道教。总之，日本就是从生活习惯、宗教信仰、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来同化中国人，让他们成为所谓的皇民。到了1943年，穷途末路的日本也顾不得文化洗脑，于是强征了20多万台湾青年去参加侵略战争，其中为日本卖命战死的至少有3万余人。而日本的皇民化运动虽然给少部分人打上了思想钢印，使他们产生了文化归属上的错乱，但始终没有切断大部分台湾同胞对祖国的情感。无论如何艰难，他们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，没有忘记自己的根。